很多人不知道嘞，我家的车脚用的材质跟 Volvo 是一样的。有多少 Segment B 的车嘞，可以做到这样？转绕道的时候啊 ，steering 不用摆，你看，真金不怕红炉火。哇，现在跑到白山了哦，还是很稳呢。现在，嗨，大家好，又是我 Mr. Low。我现在呢，就带你们去感受一下这辆 Mazda 2呢，开起来是怎样的感觉啊？当然，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 car reviewer， 我会尽量保持中立啦。虽然我是卖 Mazda 的人啦，但是我会告诉你，它给我的感觉是怎样。因为我们这台车它开起来呢，一定会跟之前的那一个还没有改款的 Mazda 2有不同。因为呢，它这一款车它加入了这一个 GVC Plus， 之前是 GVC 嘛，现在是第二代的 GVC， 就是这个 GVC Plus。还有呢，它各方面做了一些优化，所以它的操控性方面呢，一定会跟之前的有所不同了。OK，first impression， 它的油门反应啊很直接哦，很像手牙车这样哦。就是你还记得驾手牙的感觉吗？你踩油的时候，它的那个动力是很直接的。因为市面上啦，在这个 Segment B 的车里面，大多数都使用这个 CVT 的牙箱，像 Honda 啦、Toyota 啦，他们都在用这个 CVT 的牙箱，然后甚至是 Proton、Persona 这些你在 market 上看到比较红的这些 Segment B 的车，都是用 CVT 的牙箱。然后 CVT 呢，它其实是对那一个车厂好，对用户不是说很好。就是说你用这个 CVT 啊，你那个油门反应会变到没有那么直接啊。就是讲你踩油的时候，它很像会慢半拍的感觉。然后像这一个呢，我们这一台是少数的 Segment B 里面的车啦，还在用这一个传统 automatic， 就是这一个自排啊。你看到市面上很多那一些高性能的车啊，或者是一些豪华车啊，都没有用 CVT 的。因为 CVT 它给你的感觉有一点 lag 啦，就是你踩油它不大会走这样的感觉啦，所以很多外国人啊，很多鬼佬那些欧洲人啊，他们不大喜欢这种 CVT 的感觉，因为你踩油它没有那种很直接的感觉。然后像这辆车就有这种很直接的感觉啊，它用的是这个我们 Mazda 经过优化的这一个自排啦 AT， 它是6号牙 6 speed 6AT。好像刚才加到来了，除了它油门反应很快之外呢，它的 brake 很好咯。然后它经过坑洞的时候，它的处理方式很好，它不会说，你感觉它不像 Segment B 的车了，它在处理那个坑洞的时候啊，它又不会很硬，又不会很跳，你就感觉它的那个舒适度是有在了。然后，我之前我有去试驾过这个 Yaris City， 就是 Toyota Yaris 跟这个 Honda City 啦，他们都是用 CVT 的嘛，因为 CVT 是一个节省成本的一个牙箱嘛。你用这个牙箱的话呢，你的车厂的制造成本啊会比较便宜，你汽车的这个制造成本啊，可是呢，它少掉的东西就是那一种油门反应啊，你感觉你跟那辆车很像有一个隔阂这样，好像 CVT 把你跟车 block 着了。你踩油它很像会慢半拍这样，就你感觉你跟那辆车很像不大熟啊，很好开耶，这辆 Mazda 2跟之前的相比啊，操控性加强了，然后你感觉很随心所欲啊，然后它 steering 给你的反馈哦，你很有信心啊。steering， 我现在试看它的加速。真的是随心所欲哦！来，这个我每次过了这个 corner 来 try 一下啊。OK， 我以60的速度啦过这个 corner。哇，它的加速很棒诶。哇，现在跑到白山了哦，还是很稳呢。现
现在速度是135了，我感觉还是很稳只是风声是有点大了，还是很稳。哇，太棒了！你看你踩油的时候，它给你的反应很直接，没有 delay 的然后它给你感觉很贴地啊，你不会有那种浮浮的感觉。像我刚才我跑到130多的时候，你感觉它很贴地。像其他有些 Segment B 的车呢，你过一个洞的时候，它会咚咚，你就感觉它车脚的材质比较重，然后这辆车车脚材质比较轻啊，你就感觉整辆车很轻盈啊，好像一个比较瘦的马拉松选手啊。你中一个洞的时候，你感觉它反应很快嘛，它不会像那种很多肥油这样、很多肥肉这样。像我这样身上很多肥肉嘛，我跑的时候中一个洞的时候，咚，你就感觉那个肉在那边跳，就感觉你的内脏啊、五脏六腑也感受到你那个肥肉的那个跳动啊。就这辆车它很处理坑洞的表现可以说干净利落，它没有那种丝毫的多余的摇晃那些，然后body roll刚刚好。像我刚刚过那个 corner 呢，它 corner 那边是没有 Mazda 3那么出色啦，可是以 Segment B 的车来讲啊 ，body roll 也不会很多，所以我总结我感觉是它的 corner 它的操控性是蛮好的。就是很多人没有提到，就是呢，我们的车的重量，这辆车是1100 kg 嘛，可是它是讲整辆车，它没有告诉你你的车脚有多么重嘛。其实啊，车脚就是讲你弹簧以下的东西啊，叫簧下重量啊；弹簧以上叫簧上重量啊。像这个簧下重量啊，就是弹簧以下的重量呢，是影响整辆车的操控性啊最多的地方。像我打一个比方啦，像 Peugeot， 它的那个车脚，还有日本车的车脚，你感觉构造看起来一样。可是有可能 Peugeot 它的车脚比较轻，它用的材料比较好的钢铁是又硬又轻的，所以你如果车脚用到这种比较好的钢铁啊，像很多欧洲车都是用比较好的钢铁嘛，你的簧下重量呢就轻，所以你簧下重量轻呢，你中一个洞的时候你的那个反弹没有这样够力啊。好像你看罗里，它那个车脚很重嘛，它中一个洞的时候，咚咚。你就感觉很像一个全身很多肥肉的人走过一个洞这样，咚咚，哇，整个震到你坐在车里面，我看震到你的五脏六腑都接受到那个震动了。然后像你如果簧下重量比较轻的呢，你就感觉它的震动没有这样够力，你就处理那个震动处理到很好。OK， 已经到这个 corner 了，来，我再 try 一下啊。拍了2次，可以确定它的 corner 真的是很好，所以有可能是像我刚才所说那个簧下重量，那个 unsprung weight。所以你看啊 ，Toyota Camry 它讲它是用 multi-link 的那个悬挂嘛 ，Mercedes-Benz 也是用 multi-link 的悬挂嘛，它的后面 E-Class 啊，所以你看 E-Class 跟 Camry 都是用 multi-link， 为什么操控差别那么远？为什么你感觉 E-Class 比较稳？就是这个 unsprung weight， 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啦。他们的车脚用的材质是比较好的材质的，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呢，这辆车它用的车脚的材质是很好的。这种感觉就好像，你知道以前有一段时间啊 ，Proton 瓦架刚刚出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拿它来跟 Vios 做比较嘛。然后呢，以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觉得瓦架的操控啊，是胜过那个 Vios 很多的。因为呢，很多人不知道嘞，瓦架的车脚用的材质跟 Volvo 是一样的，就是用欧洲车的这个车脚的材质啊。所以你不要拿它跟 Vios 比，就算你拿它跟当年的 Toyota Altis 比啦，那时候我记得瓦架是卖一个60-70千嘛，然后 Altis 卖一个100多千嘛。你拿它瓦架跟 Altis 比啊 ，Altis 都输瓦架不懂几条街啊。这个就是那个车脚的那个材质的重要性啊。
所以我感觉啦，蛙架的车脚啦一级棒。所以你看蛙架过那个洞的时候，它处理那个坑洞的方式啊是很好。我们都知道啦，这一条路跑惯了啦，看我 video 看多的人。现在我们就去 test， 让我报 test， 去看一下很久不见的那个 gut 啊，看它不懂有变肥还是变瘦。哇，它的 brake 可以准啊 ，brake 到你想停的那个位置。我们 Mazda 车的强项就是这样啊，你不会好像踩过多 brake 或者是踩太少 brake。你看前面有一个汉嘛，然后你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踩 brake。你看 brake 要刚刚好了，啊，刚刚好到这个 point 啊，你就想象啦，你是驾 F1 啊，然后你进那个 pit 的时候啊，那个地方要停得准嘛，你就感觉它停到刚刚好，好像前方啊，你要停到前方那一条线是吗？它的 brake 是可以给你随心所欲啊 ，brake 到刚刚好到那个地方了。OK， 又到这个美式来转的绕耳包了，看一下啊 ，GVC Plus 是如何呢？哎呦，可以哦，你看我 steering 没有摆动哦，它转绕耳包，哎呦，可以哦，你看，哦 steering 不用动哦。我跟你讲，有多少 Segment B 的车呢，可以做到这样转绕耳包的时候啊 ，steering 不用摆，你看，操控好 ，Come on baby， 103千呢，你看 steering 不用动的哦 ，baby， 呜呼，太棒了 ，fantastic， 我转了蛮多圈的哦，哇，又不会头晕哦。你看有 GVC 的车子不一样啦，转绕耳包转多圈哦，头不会晕哦。哇，然后你看 ，steering 不用动的哦，有多少 Segment B 的车可以做到这样？转绕耳包的时候啊，那个 steering 可以不用动，这个叫什么？功夫，不是我功夫厉害啊，是这辆车的这个 GVC 厉害。所以你看，卖你103千，不是没有它的原因的。你看，代表什么？我涨了这样多钱 ，steering 没有动，代表啊，真金不怕红炉火。屌了，后面有 guard 来追我了，后面有 guard 降摩托来啊，不可以啊！喂，追不到我的啦，看到那个 ES5 罢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到了回家吃饭的时间了。你看前面有一个汉嘛，我可以背到刚好到那个地方，看，哦，闭上眼睛我都知道已经到那个地方了。你看前面有一个汉嘛，我 brake 它准。我要怎么说呢？你会感觉这辆车很像是你，很像就是你自己这样哦。你要它，你的头脑想。我要 brake 到前面那一条线，就在那个ham之前，它就 brake 到准哦，真的是人马一体啊，金巴一胎。你会感觉啊，你好像跟这辆车已经相处了几十年这样啊，很熟悉这辆车，你驾一下子就很熟悉啊这辆车。所以今天我带你呢一起试驾了这一台 Mazda 2最新的这个2020小改款呢，主要是操控性它非常的好。然后呢，油门反应跟之前的相比啦，也是有很多的进步。然后踩 brake 方面呢，它的那个刹车系统也是比之前的强化许多，更加随心所欲了。所以操控性它比之前进步很多。然后动力方面呢，它也没有令人失望啦。这个114的 horsepower 呢，在6000转就爆发出来了。像它的同级对手 Honda City 呢，要6600转才爆发出这个118的 horsepower。如果你相比起来，这个比例除到来呢，它是比 Honda City 还要有力多一点点的。如果你看的只是马力的话呢，会有一些不正确了。如果你看一辆车快慢看马力罢了，因为像 Segment B 里面啊，我觉得动力最强的车是 Peugeot 208嘛，然后像 Peugeot 208它的马力也只有110的 horsepower。为什么它0到100的加速快过 Honda City 呢？
因为你想一下，它这个110 horsepower 呢，在5500转就已经爆发出这个110 horsepower 了嘛，所以你除到来呢，它的 power 也是大过这个 Honda City 的，因为它5500转就爆发出这个最大的 horsepower 110嘛。所以像一样的道理，我们的 Mazda 2呢，它在6000转就爆发出114的 horsepower，所以呢，这个动力表现是非常的标清啊，就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动力表现啊。我说完它的动力操控之后呢，它的外形方面呢，它比之前的 refinement 更加好，它在很多细节方面的处理啊，都有一些改进啦。然后像这个新的这个大灯设计。新的这个 grill 的底在，新的 rim， 新的 bumper， 然后再来呢，你进到它的 interior 它的内装里面啊，它内装是蛮豪华的，你会感觉这辆车是一辆蛮贵的车啦。这辆车呢，操控好咯，然后呢，里面的 interior 漂亮咯，然后它的外形啊，也是跟之前的有所不同啦。然后这个外形是各花入各眼嘛，然后我感觉它是很漂亮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漂亮撇在一边，因为有些人觉得它美，有些人觉得它丑，我就不讲它漂亮了啦，我就讲它的动力表现很好，然后操控性很好，因为有这个 GVC Plus 的加持嘛，比之前的更加进步。然后呢，内装呢也是很豪华，然后还有加入这个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然后它 Mazda 2的硬伤在哪里呢？Mazda 2的硬伤无法改变的它的缺点啊有2个，第一个就是它的价钱太贵了。103千 Segment B 的车，它的售价就很不亲民啊。当然，如果你追求的是驾驶感受啊、舒适性、驾驶体验的话，当然你可以考虑这个 Mazda 2啦。然后第二个硬伤就是呢，它的空间表现还是跟之前的一样差。它的前面啊，我175我的身高啦，我坐前面的 driver seat 啊，我调我的位置之后啊，我坐去 driver seat 后面那张椅子呢。我的膝盖跟前面的距离只剩3根手指的这个距离啊，然后我的头顶呢剩2根手指就动到那个车的那个屋顶了，所以变成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坐后面啊，然后你过一个 hump， 你很快的过一个 hump， 我跳一下，这样我的头不是撞到那个顶啊，然后我头发set这样美的没有用了嘛，撞一下那头发也是扁掉，所以再来呢，它的那个 boot size 啊，它后面那个后尾箱啊，它只有200多L罢了。后面，你感觉它后面是蛮小的。我们同级啊，后面不最大的是 Honda City。我要佩服 Honda 就是呢，他们可以把一辆车啊，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啊，做到它的空间很大。这个是 Honda 厉害的地方。所以呢，这辆车它的硬伤我讲好了，价钱贵，空间小。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要看你自己如何去斟酌了。如果你想要的是驾驶体验，因为体验这种东西，这种感觉，驾起来很爽的感觉哦，是要还钱的嘛，对吧？爹咩啊？學嘢唔使錢啊！所以你看 BMW 卖这样贵，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它驾起来很爽嘛。OK， 所以也是我们的 Mazda 路线也是一样啦。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日本版本的宝马，不止中国人那么说，台湾人那么说啦，甚至啊欧洲人也是那么说，他们觉得我们是 the next BMW。所以呢，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啊。今天的 video 有点长，不好意思。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呢，麻烦你啊，帮我 like 一下，然后 subscribe 一下我的 YouTube channel。你的支持是我的动力，谢谢你。